英雄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剑气响进来！好一道剑气小惊雷！你想不拔剑是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我自己你已经败了。不要逼我杀你！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了。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朱月安呐。吧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，小子，看好了！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什么流水行云，破！什么东施气象，破！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！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
拳！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了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
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，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。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留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，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吴建成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，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出。没想到那家伙还真的问剑无双了。人家问剑无双，扬名天下，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卓越安，卓越安，没听过。卓越安就是苏沐雨，他本是天下无剑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为突遭变故，他长大后定是有机会拜入学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，你这是要去看热闹？以现在的身份进入无双城，如果被人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那你兴奋什么？因为这个热闹是有人撺掇出来的，他想借苏沐雨的剑引起无双城之乱。无双城，乃昔日天下第一城。如今武学已到落了下乘，可气质一道，仍可称第一。这块肥肉我们盯了数年，也确实到了吃下肚的时候了。一个只求胜的疯子，和一个禁锢于琐事的傻子。无双城的天，
早该变一变了。只是如今正好用上了卓越安的事，然后那个人好从中获利，而且他还是朝中之人。这件事情你跟我提过，之前我想派人去无双城，被你拦下了。这一回打算怎么做？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苏沐雨把有人想要利用他这件事告诉了我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他既然想要让无双城乱，好，那就让他更乱一些。怎么更乱？来人！殿下，四怀城那边如何了？我们的人与那城主府的大弟子交往多年，直言此人是个无脑无能之辈，易被策反。至于另一位，也已出关，愿助我们一剑之力。苏昌河呢？可有探查到动静？暗河之人着实隐秘，我们只发觉此人的点碎痕迹，但应是朝着四怀城方向无疑。剑道之争却无当世剑仙，是不是缺些意思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恭候各位剑仙齐聚无双。真正的棋局就要开始了。那是何事？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问剑无双城，将与无双城城主宋彦回有一战。我讨厌你们，却觉得姬若风这家伙还不错。说吧，这次找我又有何事？堂主无事找严先生，只是有一场趣事，怕先生错过。一件和剑有关的趣事。是凡尘之事。李掌教，师傅。贵客远来，是带了什么消息吗？见过玄剑仙。也不知这姬若风是不是在我望城山藏了什么眼线？明明我的好徒弟没有下山，也不曾和人比试过剑术，可偏偏就得了什么玄剑仙的名头，让我这原本避世安宁的望城山难得安宁。师傅，别对人那么凶嘛，远来便是客。天险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你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，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这便是我的金龙变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鼎之，我会用出金龙变。你想办法使用18剑斩刺杀他。
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变。金龙变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一枪时，你便已经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能结识枪仙，会成金龙变之人，绝非普通的江湖人。我并非世家弟子，当年曾有幸与枪仙并肩阻拦过魔教主人。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原来先生是抵御过魔教东征之人，是岳宅无礼了。先生请过。若我此次败了，会当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应当看着苍山雪，迎着风花雪月，天下无双，当有天下无双的气度。驾！大师兄。这个人太可怕了。当哥，丹哥，埋伏在外门的那些弟子未能毒杀了苏长河，他似乎早有准备，一路闯了进来。就算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你依然比我更强吗？苏长河，丹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难道就只能认输了吗？认输？我绝不会向无名者认输。苏长河一意孤行，现在的他只有一个人，集结我们所有的兄弟，围剿苏长河。是。来不及了。这压根儿半点活路都不打算给我留啊！真是令人寒心啊！站住！放下！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过去，就会察觉到我的身份不对，再想顺利赶到无双城城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驾！大师兄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，内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别烦我！当年能参与抵御魔教东征之人，能与枪仙并肩作战，仅仅看了几次，就能整整用出13式。听我命令，擂鼓给下面的关卡传令，拦住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论武堂让剑长老派出问道4剑出城迎敌。是。那个声音是战鼓声，全部给我退后！你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大师兄，只有无双城嫡系弟子可以行走，要比大陆快上1倍的弟子道，还有问道4剑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大吧？大，只恨我的权力只能到这里，不然我会让剑长老亲自出城。
剑锋低3寸，起剑慢2分。多谢剑老师。下次他便不会那么出剑了。我对你的这句指点并没有作用。你要想的是，为何方才应该那么出剑？剑道分术和法，你过分追求于术，便会一直陷入苦战。弟子记下了。剑老师，为何要提醒他？修如，你呀，能赢不赢，就是想等到一个万全时机。可世间之事哪儿有万全？人在江湖，便是用生命去赌。既然是赌，就会有风险。你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，那么便会不断的失去机会，再失去机会，最后被人找到破绽，一击即溃。弟子也记下了。禀长老，卢玉宅那边派人过来，说是有事情要论武堂去处理。卢玉宅是什么废物啊？仗着自己是城主的首徒，竟敢对我们论武堂发号施令，让他滚！卢玉宅武功平平，但为人处事这一块，向来最是周到，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找我们论武堂的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直接过来说吧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剑长老，大师兄发现有人意图潜入无双城，图谋不轨，以敲响惊醒鼓，停止各路关卡放人，但害怕那人直接闯城，所以希望论武堂可以派出问道四剑给予拦截。放肆！我们论武堂什么时候负责看门了？再说了，他都发现了，他为何不拦？大师兄阻拦无果，败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要是有好事，他还能轮到我们？他早就抢功了。吴修，不得无礼。弟子失言了。那人什么身份？不知，戴着一副面纱，携着一把长剑，但和大师兄对阵之时，却使的是一套枪法。枪法？什么枪法？大师兄说是金龙变。金龙变？什么？他确定？那人自己亲口承认的，说是见过枪仙司空长风用过之后学会的。我不会记错，确实是金龙变。莫不是雪月城派来的？问道四剑，皆已动身。太好了！据说问道四剑可是得了剑长老的真传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定能胜过戴面纱的那个家伙。胜个屁！就那4个废物，呸！那4个废物能有多强？方才那个人有多强？他是个剑客，可刚才随手挥了挥枪，就将我的内杆枪震得4分5裂的。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那是1等1的高手。问道四剑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那大师兄为什么派他们去？若只是我败了，论武堂定又会大做文章，羞辱我师父。若问道四剑出手也败得很惨的话，那被羞辱的就是他们，而他们这一败，剑长老就会亲自出战。哦，大师兄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剑长老拦下那个人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3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
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柄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
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。都快死了！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。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情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我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可视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入决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剑之口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
我们2个人都得死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待定着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哼，
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
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。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。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
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弟子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
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！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
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木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年精明。